在過去的幾十年裡 ，Dead or Alive 一直和他的制作人板垣半信深度綁定，而板垣本人也因為口無遮攔的性格，成為遊戲圈裡極具爭議的人物。這一期除了會回顧 DOA 系列的發展歷程，最後還會聊聊板垣這些年和其他遊戲制作人之間的爭論，以及這些衝突背後的真正原因。在 Dead or Alive 初代誕生前，特庫摩其實已經開始出現嚴重的虧損。板垣半信進入公司的第2年，上級要求他開發一款能超越世嘉的賽車遊戲或格鬥遊戲。考慮到賽車遊戲一旦賣不好，很容易造成庫存积壓，專用礦體處理起來也會很棘手。反觀格鬥遊戲，只需要更換基板就能重新轉售。板垣半信經過一番權衡後，格鬥遊戲成了唯一的選擇。隨後他們向世嘉申請借用基板，本以為會拿到當時最新的 Model 3，結果送來的卻是 Model 2。雖然多少有些不滿，卻也只能接受現實，硬着頭皮推進新遊戲的開發。某天在回家的電車上，和板垣半信同乘一輛電車的社長突然向他發問：“你覺得幾年才能超越世嘉？”板垣直言不諱地回答：“想靠一部作品就超越世嘉，根本都是痴人說夢，不如先試着做到2代吧。” DOA 初代推出後，雖然在各方面都不盡如人意，但還是通過畫面表現，給當時的男性玩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許正是出於以上這些原因， DOA 續作的開發很早就被提上了日程。Ready, fight! 街机版 DOA Plus 上市大約1年後，改用世嘉 Naomi 基板，畫面精美程度大幅提升的 DOA 2上市。憑借較高的完成度，遊戲收穫了許多玩家的支持。Team Ninja 也通過這部作品正式打響了名聲。作為系列的第3作，本作在立項時就已經對整體制作方向有了比較清晰的目標。DOA 2吸取了前作的優點，同時改善了諸多問題。女性角色胸部的擺動幅度也不再像前作那麼誇張，華麗的畫面表現讓人眼前一亮。除了視覺層面的巨大進化外，遊戲還加入了組隊戰和擁有多重構造的場景。操作系統也捨棄了前作偏硬核的設計，調整到更容易被大眾接受的程度。組隊戰通過隊友的快速切換，可以打出爽快的 tag combo。板垣半信在研究了 Naomi 基板的性能後，認為這塊基板在正常使用時和 Model 3的差距並不明顯，但只要通過軟體程式設計，就可以大幅提升遊戲的整體畫面表現。板垣半信確信這塊基板完全有能力實現他心中預期的畫面效果。早在制作 DOA Plus 的時候，雖然暫時放棄了對畫面的升級，但在制作的同時，已經開始構思續作需要達到的視覺標準，特別是即時演算畫面的目標品質。為此，團隊特意制作了角色 CG， 作為未來實際遊戲畫面的參考基準。前作的 Danger Zone 在本作被更自然地融入場景，其中從高處墜落的演出，雖然早在 Mortal Kombat 就已經出現過，但也只是作為角色死亡表現的手法之一。當時開始有越來越多的玩家認為 Reout 的設計已經過時。Team Ninja 最初想到的解決方案是用牆壁把角色圍起來，但這樣會讓畫面顯得很單調。於是他們進一步想到了突破圍牆的限制，展現給玩家場景的另一面。多重構造的場景雖然增強了遊戲的娛樂性，卻也讓場景設計師們傷透了腦筋。初代登場的 Tina 因為當時的 Model 2不能表現出金髮質感，所以出於無奈，只能把她的頭髮改成棕色。在 Naomi 強大的性能加持下，本作才終於把她的頭髮改回預想中的金黃色。Team Ninja 在 DOA 2上市後，正式打響了自己的名號。不同於特庫摩其他開發組， Team Ninja 的作品幾乎都會優先選擇當時最尖端的硬體平台，力求給玩家帶來最好的遊戲體驗。家用機移植策略也是如此。虽然街机版使用的是更便于移植到 DC 的 Naomi 基板，
但在對比兩台主機的性能後，決定優先推出 PS2 版，同時作為 PS2 的首發軟體之一上市。然而這個決定很快讓他們遭遇到意料之外的狀況。DOAR 是在1999年12月才正式決定要移植 PS2。對 PS2 性能充滿信心的板垣半信認為，只要制作一個 Naomi 模擬器，就能輕鬆完成移植，大約2到3個月就能搞定。可實際進入開發後才發現，遠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直接把 Naomi 格式的數據導入 PS2 後，發現這台主機根本跑不動。在掙扎了2周後，他們被迫調整移植策略，在完全沒有技術支援的情況下，改用 PS2 原生數據格式重新制作。戰鬥和演出的無縫銜接是 DOAR 的特色之一，可要在 PS2 上實現這點，又必須同期加載大量的聲音和圖像數據。當年 PS2 的首發遊戲大多還使用的是 CD-ROM， 為了縮短讀取時間， Team Ninja 才特意選擇數據傳輸速度更快的 DVD-ROM 作為載體。當年對外公布 DOAR 移植 PS2 的消息時，官方宣傳語是7000萬多邊形的衝擊。板垣半信認為這是誇大宣傳，建議做修改。畢竟要是真的有這麼強的性能，模擬 Naomi 根本不成問題。但他的提議被否決，發布會上還是沿用了這個宣傳語。再看 DC 版，遊戲宣傳語被定為你輸了。板垣半信甚至听說過有玩家在秋葉原購買 DC 版時，直接問店員有沒有你輸了。正因為這2次讓人無語的經歷，所以從3代開始，遊戲宣傳語全部改由開發組親自決定。由於 DC 玩家對移植的呼聲很高，再加上北美地區的 PS2 要等到下半年才能發售，所以当时的 DC 仍然是当地性能最强的主机。为了照顧北美玩家，半年後 Team Ninja 在 DC 上推出了追加少量新要素的 DOAR 移植版。DOAR 的成功，除了系統層面的進化，畫面的大幅進化也是關鍵因素之一。全即時演算的過場動畫，讓世界第一次真正見識到 Team Ninja 的制作實力。他們的 logo 也是第一次正式出現在 DOAR 裡。因為臨近發售，當時只能制作一個相對簡單的版本，直到3代才啟用現在大家都熟悉的開場，並沿用了很多年。BGM 的創作延續了初代的2點要求，一是要聽起來像格鬥遊戲的音樂，第二點則是必須從音樂的高潮部分直接開始。之所以這樣要求，是因為格鬥遊戲在時長上的特殊性，最快的時候幾秒就會結束戰鬥，如果 BGM 要等幾十秒才進入高潮，可能不會有多少玩家能聽到。PS2 版還首次引入了歌曲，板垣半信聽後覺得歌詞和遊戲非常契合，在取得授權後加入了遊戲。之後的系列作品也會時不時邀請知名音樂人合作。9個月後 PS2 又推出了 DOAR Hardcore， 遊戲以美版為基礎，是整合了其他各版本要素的終極強化版。板垣半信解釋，正因為有了充裕的開發時間，遊戲才能實現更進一步的表現。為了讓玩家體驗到遊戲的完全體，所以才選擇在短期內推出新版本。Hardcore 在技術層面上和原版存在本質的區別，它也是 Team Ninja 完成 PS2 基礎引擎構建的關鍵作品。智家當時也希望他們能在 DC 上推出 Hardcore， 卻被 Team Ninja 婉拒。作為整個系列裡移植版本最多的一作，遊戲的全平台總銷量達到了200萬份，讓這個系列終於走上了正軌。雖然這次 DOAR 對 Team Ninja 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期間也夾雜着一些不太愉快的小插曲。遊戲發售後，一家名為 Westside 的公司擅自對遊戲進行改造，讓女性角色以毫無遮掩的姿態出現在玩家面前。這一行為徹底激怒了特庫摩，隨即向這家公司提起了訴訟。這場侵權訴訟最終在2014年以特庫摩完全勝訴告終。Get ready, fight! 2002年 ，DOA 的新作終於趕上了新主機的首發。不過平台是微軟季軍家用機市場的第一台主機 Xbox。Team Ninja 繼續貫徹只在性能最強的主機上推出作品的理念，讓 DOA 3登陸這台當時性能最強的主機。This is the Xbox 早期公布的 GPU 主頻為250兆赫，可等收到實際運行後才發現，實際只有225兆赫。雖說只有10%的性能差異，最後還是不得不對畫面進行適配調整。
為了趕上首發，美版在內容上顯得不夠充實，而日版晚於美版發售。Team Ninja 針對日版進行了大幅調整，並追加了許多新要素，比如角色的服裝數量就比美版要多。日版發售後，北美 Xbox 官方雜誌以附贈光盤的形式為美版補齊了服裝內容。因為不少前作的玩家認為前幾作的劇情略顯隨意，所以本作特意強化了故事情節，為所有角色制作了全新的結局動畫。Xbox 作為一台在日本銷量並不突出的外來主機，終其一生也只在日本售出了47萬台。而 DOA 3即便是在發售1年後，每個月依然能保持大約1萬張左右的銷量。這次的 DOA 3放棄了先街機再移植家用機的傳統路線，引發了部分老玩家的不滿。究其原因，除了當時街機市场開始出現萎縮，其中也有 Team Ninja 自己的考量。之前每推出一作，街機版和家用機版的開發都分別需要1年的時間，也就是2年才能完成一款遊戲。而當時家用主機的性能開始逐漸追上街機的水準，為了提高開發效率，同時也能嘗試推進新項目，團隊最終決定退出街機領域。新作为了照顧轻度玩家，再次降低了操作门檻。他從這個時期就開始了國際化佈局，來自多國的女性角色設定是希望各國玩家都能把她們視作自己國家的女主。據板垣半信回憶，在 DOA 3開發期間，團隊甚至已經確定了未來 DOA 4的制作方向。同時，從本作開始，制作組會邀請專業的格鬥家為角色錄入動作，這些動作素材通常只會保留30%，其餘的70%都會根據遊戲性和手感進行手動調整。早期的計劃是對 DOA 3的所有角色進行一次大換血，去做 DOA 4再讓系列角色全員登場。新角色瞳當時是作為新作女主角進行的設計，所以為她投入了大量心血。不過 Team Ninja 在開發中期改變了想法，決定在保留原有角色的基礎上追加新角色，主要是考慮到每名角色都已經擁有各自的粉絲群體，擔心角色的大幅變更會引發老玩家的不滿。新角色招式流派的選定一般是遵循從冷門流派和大眾認知度較高的流派裡各選一種，比如本作新增流派裡的蛇拳，特別邀請了武術家龍飛雲設計招式。大眾熟知的流派有醉拳和空手道。在開發版裡，制作組甚至一度把龍飛雲本人也做進了遊戲，但因為角色間風格差異太大，最終沒能保留到正式版。制作人板垣半信也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個人形象的終極進化。1999年年末，開發組就陸續收到不少玩家希望加入迷你遊戲的建議。板垣半信認為，作為格鬥遊戲應該專注於核心玩法，加入簡單的迷你遊戲反而顯得有些敷衍。為了回饋玩家，Team Ninja 決定單獨開發一款以 DOA 女性角色為主的沙灘排球遊戲。DOA X 在開發初期原計劃支持 Xbox Live， 板垣半信希望這款作品能充分利用主機的特點，可惜因為 Live 服務的延期上線和其他原因，這個構想沒能實現。遊戲使用了全新的開發引擎，不僅對所有角色的面部進行重置，還為角色模型增加了關節數量。最初向公司提出開發這款粉絲向遊戲時，沒能得到高層的理解，不過公司也沒有明確反對，而是放任 Team Ninja 自行推進項目。直到團隊展示了遊戲實際畫面後，高層才真正明白了他們的用意。項目初期並沒打算把重心放在排球上，泳裝也只計劃做100套。可考慮到整體內容的豐富度，板垣半信隨口決定把泳裝數量提升到300套。遊戲發售後，只用了1個月就達成了11萬套的銷量。雖然之前有過製作類似遊戲的想法，卻因為女性角色數量太少而擱置。直到 DOA 3完成後，女性角色終於增加到了7名，但板垣半信還是覺得可選人物偏少，於是追加了新角色麗莎。這名角色最初計劃命名為莫妮卡，但這期間剛好爆出美國前總統的醜聞。或許是為了避免玩家產生聯想，最終改名為麗莎。
2003年，原本預定在 Xbox 上推出支持 Xbox Live 的 DOA Online， 在2004年正式更名為 Dead or Alive Ultimate。本作收錄了初代的高清畫版和使用3代引擎重置的 DOA2。DOA 系列裡漂亮性感的女性角色受到大量男性玩家的追捧，卻再次慘遭第三方的毒手。一個名為 ninjahacker.net 的網站，通過不正當手段，再次讓遊戲裡的女性角色們變得一絲不掛。2005年1月，特庫摩對 ninjahacker 提起訴訟。這個網站主要提供玩家自制的遊戲修改內容，其中就包括讓角色直接變成裸體的皮膚。特庫摩指控網站違反了數位千禧年版權法案等相關法律，對網站上的每個被替換皮膚索賠1000至10萬美元。最終網站被關閉，被告方和特庫摩達成了和解協議。Get ready, fight! 新作的宣傳語是世上最美，制作重點放在光影效果和水面表現上，力求把畫面做到最精緻。本作也是板垣半信參與制作的最後一款格鬥版 DOA。Xbox 360主機在2005年11月22日率先在美國發售。4代和前作一樣，原定是作為新主機的首發遊戲同期上市，可由於程式故障導致遊戲延期1個月。根據發米通的分析，這次延期直接影響了360在日本的銷售狀況，不少玩家因為遊戲跳票而取消了預定。板垣半信在採訪裡表示，自己把99%的時間都投入到了這作的開發裡。臨近發售前，他甚至連續4天只睡40分鐘，還創下了5年來第一次在公司洗澡的記錄。對於 Xbox 360的性能，他也給予了高度肯定。因為是以首發為目標開發的遊戲，當時主機的規格還沒完全確定，比如最初公布360的記憶體是256兆，後來某天突然被告知記憶體被升級到512兆。相比之下，當時他更擔心遊戲容量的問題，因為還沒有確定遊戲的存儲載體，遊戲畫面升級到高清畫質，一渲染 CG 動畫也會佔用很大的容量。比起後來確定使用的雙層 DVD， 當時板垣更希望360能採用 HD DVD 作為載體。微軟還真在2006年發售了 HD DVD 外置光碟機，可惜僅限影片播放。2008年宣布停產。遊戲除了追加3名新角色外，系列角色幾乎全員登場。Xbox 主機上 Halo 系列角色 Spartan 458以客串的形式參戰。遊戲整體內容充實，對系統進一步進行了調整，強化了戰鬥節奏和爽快感。同時，本作還是第一批支持網絡補丁更新的遊戲，網絡對戰也成為標配要素。不過 CPU 戰難度過高，是當時玩家集中吐槽的重點。對於一款需要反覆通關單機模式才能解鎖角色服裝的遊戲來說，過高的難度設計對玩家不是很友好。2006年，根據遊戲改編的真人電影上映，雖然質量和大多數遊戲改編的電影差不多，但也從側面說明 DOA 系列已經成長為格鬥遊戲界的重要 IP。遊戲在全球的累計銷量達到120萬，作為獨佔遊戲，應該說是個不錯的銷售成績。板垣半信率領的 Team Ninja 憑借 DOA 系列和忍者龍劍傳系列收穫了大批遊戲粉絲，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不過任誰也不會想到，僅僅2年後 ，Team Ninja 甚至特庫摩都即將迎來重大的變故。首先是在2006年，特庫摩創始人會長矢原彬人去世。同年，一名特庫摩的前女性員工指控板垣半信從2003年起多次對她進行性騷擾，並向法院提出1000萬日元的精神損害賠償。特庫摩隨即展開內部調查，但公司給出的結論是非公司內部性騷擾事件，屬於私人問題。雖然否定了性騷擾的指控，卻還是以私人事務牽扯到工作場所的理由，對板垣半信作出降職處分。第二年6月，東京地方法院宣判板垣無罪。但這場官司嚴重影響了他在公司內的聲譽和地位，導致他和公司的關係惡化。2008年6月，板垣半信宣布將在當年7月1日正式辭職，理由是和公司高層在獎金和待遇問題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消息發出後，特庫摩馬上採取行動，在6月18日提前解僱了板垣半信。
這之後，板垣半信以為支付報酬和名譽受損為理由，對特庫摩以及當時的社長安田善四提起訴訟，索賠1.45億日元。隨着板垣半信的離開，原 Team Ninja 成員陸續出走，造成了嚴重的人才流失。之前公布的 DOA 衍生作品也因此取消了開發。這期間，特庫摩還被爆出擅自篡改 Team Ninja 維基百科內容的醜聞，一連串的問題讓特庫摩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2010年，公司被光榮收購合併，合併後公司更名為光榮特庫摩。板垣半信和前公司的官司在2010年3月以雙方和解的形式結束，而 DOA 系列也從此進入了冬眠期。板垣半信離開後，長谷川人升任 Team Ninja 組長。2009年 ，PC 平台的網遊 DOA Online 是他上任後參與的第一款遊戲。性感征服全世界，生死格鬥 Online。另外，從2010年開始 ，Team Ninja 和其他廠商合作開發了多款遊戲。之後 ，Team Ninja 的組長改由早師是楊介接任，在他的帶領下，團隊在2011年為 3DS 制作了 Dead or Alive Dimensions。遊戲是以4代為基礎進行的開發，雖然只有6萬套銷量，卻為後來的新作積累了制作經驗。Get ready. 2012年9月，时隔近7年的新作 DOA 5上市。本作对原有人物模型进行了全面重置，还为角色加入了出汗、污渍等畫面表現。為了增強遊戲的娛樂性，在場景互動方面也引入了很多新創意。全新的系統 Critical Burst 讓對戰變得更緊張刺激。本作和世嘉 VR 快打的聯動也引發了廣泛關注。在 DOA 5的遊戲原型完成後， Team Ninja 主動聯繫世嘉，表示 DOA 系列即將推出新作。VR 快打作為所有 3D 格鬥遊戲的原點，他們希望通過遊戲展示，能說服世嘉向他們授權 VR 快打的角色。為確保能準確還原角色的手感，世嘉向 Team Ninja 提供了詳細的幀數據和招式數據，同時對角色形象有着異常嚴格的審核。比如莎拉的模型就曾對下巴和眉毛的長度進行過5毫米級別的修正。可即便是做到這種程度，世嘉最終也只是勉強通過了人物形象。2013年推出的 PSV 版 DOA 5 Plus， 在原作基礎上新增了部分新要素。同年9月的 DOA 5 Ultimate， 在整合出版和 Plus 版內容基礎上，再次追加新要素，還新增了場景和新角色。同時在 PS3 上上架了本作的基礎免費版，玩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付費解鎖角色。3個月後，街機版 DOA 5 Ultimate Arcade 上市，這是繼 DOA 2後系列作品首次推出街機版。2年後 ，DOA 5系列的最終作 DOA 5 Last Round 發售，對應當時最新的主機平台。除了畫面效果的進化和新角色的追加，最令男性玩家興奮的柔軟引擎被應用到本作，讓女性角色的晃動效果更加自然柔軟，甚至還根據不同的服裝分別進行了調整。和其他廠商的大量聯動，也讓角色服裝數量呈指數級增長。Last Round 也上線了基礎免費版。截止到2017年 ，DOA 5的基礎免費版下載量達到1000萬次。全新的 DOA 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讓沉寂多年的系列再次回到玩家視野。續作的開發自然也被提上日程，只是任誰都沒想到，6代反而讓這個系列再次陷入低谷。Get ready. 出於對前作的認可，讓不少玩家對本作充滿期待。遊戲開發使用了全新引擎，沒有沿用前作的柔軟引擎，對角色建模進行了全面重置。
遊戲整體素質依然優秀。剛上市的 DOA 6不支持自建房間的網絡對戰，1個月後才通過更新追加。另外，遊戲的部分場景還會出現 bug， 這些問題讓首發玩家感覺自己買到的遊戲還是個未完成品，讓人懷疑光榮特庫摩是不是為了當年的財報才匆忙發售。遊戲僅發售2週後，基礎免費版上線，原計劃是和正式版同步推出，但因為開發延誤，晚了2週上線。開發者對免費版的解釋是，希望盡可能激發新玩家的對戰熱情，可由於官網事先沒有發布公告，讓很多玩家根本不知道免費版同步推出的消息。已經購買完全版的玩家對光速上線免費版的做法感到不滿，而免費版玩家如果選擇付費解鎖全部角色，花費反而比直接購買付費版還高。遊戲最大賣點之一的服裝收集被改成收集設計圖紙，一件衣服大約需要集齊幾百張圖紙才能解鎖，而且初期只能通過排位賽隨機獲得。2020年2月的更新加入了發色更換系統，但居然不是買断制，而是每換一次就要消耗高级票券，而高级票券需要付費購買。糟糕的運營，把玩家當傻子的操作，最終徹底點燃玩家的不滿情緒，很快引發了炎上。雖然在1個月後改成一次性消費，但口碑已經開始全面崩壞。這年3月10日更新了1名新角色後，當月月底官方發布公告宣布無限期暫停和更新 DLC， 不過遊戲現在依然可以正常遊玩。可惜 DOA 6這一手好牌被糟糕的運營徹底葬送。遊戲製作人新庫洋平也在2021年宣布從光榮特庫摩離職。板垣万信畢業於早稻田大學，不過因為當時沉迷於麻將，花了整整7年才從大學畢業。早年的媒體上經常能看到他和鐵拳製作人原田勝宏不和的報道。兩人的初次接觸是在 DOA 初代剛發表的某次遊戲展會活動結束後，當時 VF、鐵拳和 DOA 的主要製作人在車站偶遇，於是幾個人決定在附近的居酒屋喝一杯。那次見面，雙方都給彼此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幾個月後，兩人又在某個活動裡相遇。板垣萬信查到原田勝宏同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據他推算，原田應該是自己大學時期的學弟。從那以後，板垣再沒對原田用過敬語。至於他為什麼突然會去查原田的學歷，這點會在後面說明。為了讓 DOA 在眾多格鬥遊戲中脫穎而出，板垣萬信當時做了非常縝密的分析，最終把鐵拳鎖定成主要對手。他會根據每代鐵拳的不足和特點，對 DOA 進行調整。同時，為了吸引媒體的注意，他開始刻意在雜誌上公開批評鐵拳和原田勝宏。原田雖然想反擊，就被南木宮高層要求保持沉默，不許他做任何回應。這樣的狀況持續了近10年。1998年的一天，原田突然接到板垣的電話，要求他一個人到特庫摩公司。雖然當時兩人的關係已經變得緊張，但原田還是在第2天獨自前往特庫摩。被板垣萬信迎進公司後，就帶他試玩還在開發中的 DOA 2。經過一番簡單的說明，原田開始了遊戲。剛玩3秒，板垣突然發問：“你覺得遊戲怎麼樣？”一頭霧水的原田只能敷衍地回答：“很有意思呢。”雖然心裡想的是，誰能只玩幾秒就能判斷出遊戲的好壞？後來原田從前 Team Ninja 成員那裡得知，在他離開後，板垣興奮地向團隊宣布：“今天我們戰勝了鐵拳。”可在原田看來，是板垣把他的困惑錯誤理解成對 Team Ninja 技術力的震撼。2005年，板垣萬信在接受英文媒體採訪時，說出了那段最討厭的5個遊戲都是鐵拳系列作品的言論。直到2008年，板垣離開特庫摩後，他主動聯繫到原田勝宏，邀他一起吃飯。餐桌上，板垣向原田坦白，自己這些年針對鐵拳和對他本人的攻擊，並不是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而是為了對抗大公司不得不採取的非常手段。在向原田勝宏表達歉意後，說明了自己多年來的分析策略，其中包括鐵拳系列所有相關制作人員的個人資料。這也是為什麼他會知道原田是自己大學學弟的原因。
甚至就連那些不在公司任職，只在幕後提供技術支持的人，也都被他調查得一清二楚。2012年法米通的對談裡，板垣半信第一次公開解釋當年為什麼會說出討厭鐵拳的言論。這一切要追溯到1998年，當時板垣還是鐵拳的玩家之一，恰好 DOA 即將推出 PS 版，因為好奇延期的鐵拳3 PS 版什麼時候發售，特意去官網查看相關訊息。網站裡的一個音頻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內容是在暗諷其他廠商害怕鐵拳3發售後會影響自家遊戲銷量的廣告，這讓身為遊戲制作人的板垣半信聽後非常不爽，覺得這種貶低他人、抬高自己的宣傳方式太過低級。同年3月的商談會上，因為 DOA 和鐵拳3都在當月發售，特庫摩的一名年輕銷售特意去向南夢宮的負責人打招呼，向他告知 PS 版 DOA 即將上市的消息。沒想到對方卻傲慢地回應他：“其實你知道嗎？一台主機只有一款格鬥遊戲就足夠了。”按照板垣的說法，那名銷售後來是哭着把這句話轉達給他，還請求他請務必贏過鐵拳3。板垣認定這就是赤裸裸的挑釁，從此徹底轉變成鐵拳黑粉，多次公開批評鐵拳。直到2012年接受採訪時，那位南夢宮的負責人早已經退休，板垣表示自己早已經放下對那名負責人的怨恨。板垣半信和白金工作室神谷英樹的不和傳聞，起始於2009年，神谷英樹接受外媒的一次採訪。當被問到他如何評價《忍者龍劍傳》時，從沒玩過忍龍的神谷英樹回答：“因為沒玩過，所以無法評論。”採訪者很驚訝地追問：“你居然沒玩過《忍者龍劍傳》，為什麼？”神谷不加思索地回應：“不是每個人都會玩遍所有的遊戲吧？我只玩自己感興趣的作品，沒興趣的自然不會去玩。”結果英文版的採訪報道公開後變成神谷英樹表示對《忍者龍劍傳》不感興趣。神谷本人看到這篇報道後也沒太在意。在貝歐尼塔的宣傳片裡，他曾說過，過去的8年間，動作遊戲幾乎沒有進化，這次就由我來讓它進化。沒過多久，公司同事告訴他，板垣半信針對這段話進行了回擊。神谷在這8年來是在睡覺嗎？神谷英樹的第一反應是，自己當時那番話並沒有冒犯板垣的意思。雖然確實是自己沒表達清楚，這場由誤會引發的風波反而讓神谷覺得挺有趣，所以沒有發表公開聲明進行解釋。這之後，板垣半信多次在媒體上批評神谷英樹制作的遊戲，網絡上也不斷有人煽風點火，渲染神谷對板垣的罵戰。可實際上兩人之間並沒真正發生過論戰。神谷英樹後來表示，除了最早那次被誤解的採訪回應外，他再沒有發表過任何關於板垣或忍龍的評論。兩人的第一次正式見面是在2010年 TGS 會場的飲食區，當時一名在特庫摩工作的舊相識告訴神谷，板垣半信也在現場，問他要不要過去打個招呼。神谷雖然有點猶豫，但最後還是起身過去。板垣看到他主動過來，似乎也有些意外，邀請神谷坐下後，開門見山地問：“神谷君，你為什麼會說那麼失禮的話呢？”神谷這才有機會當面說明事情經過，誤會也就此解開。閒聊期間，小島秀夫剛好經過，還主動提議3人一起合影。神谷後來推測，小島秀夫可能是好奇他們之間的八卦，才特意靠過來的。分別前，板垣半信遞給神谷英樹自己的名片，還要他有時間去自己的工作室玩。兩人間的這段恩怨也就此畫上了休止符。板垣半信在2010年進入由前特庫摩成員成立的英靈殿公司。之後更名英靈殿工作室，這家公司只在2015年和2016年發售過2款遊戲。2017年，板垣半信離開英靈殿工作室，這之後幾乎再沒有參與過任何遊戲的開發工作。2025年10月16日，遊戲制作人 Dead or Alive 和忍者龍劍傳之父板垣半信離世的消息在他的 Facebook 上公開，享年58歲。